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社区，死亡就好比喝咖啡那么常见。他们处理尸体就如杀鸡一样干净利落。他们早已收买了警察，武器甚至比警察还先进，装甲车都不敢轻易进入的社区有多恐怖。让我们来看世界上最危险的10个恐怖社区。第10，开普平原区。南非开普敦的开普平原区是一个被黑帮统治的地方，街道弥漫着一股血腥味。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，但没有人试图谋生或养家糊口。这里充斥着暴力，主要有幻想男孩、迪克西男孩等帮派。这些帮派冷酷无情，军队来到这里都需要乘坐武装车巡逻。但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，他们得到反击的武器很简单。一位名叫可利斯的前警官和黑帮勾结，给了他们大约2500支枪支。从那时起，开普平原区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流血事件。根据2021年的一份报告，这里的暴力事件没有任何减缓的迹象。曾经在短短几天内发生了12起可怕的谋杀案，其中包括2个蹒跚学步的孩子、一对保安和一名24岁的男子。在2021年3月的另一份报告中，14个平民在开普公寓街头枪支暴力中丧生，另有10人严重受伤。第9，菲斯克霍恩社区。昔日辉煌的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，如今被冠以破产的城市和治安恶劣的城市的头衔。大底特律地区随着城市郊区化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从底特律市区迁往至郊区。这里的犯罪率比美国平均水平高431%，菲斯克霍恩社区又是其中最可怕的地方。社区的犯罪率更是比美国平均水平高1527%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走在菲斯克霍恩社区的街上，你很有可能要为躲避子弹而忙活一整天。据统计，如果你来到这里，你将有1/9的机会成为犯罪活动受害者。这样的几率高得惊人，就好比拿你的命在赌博。这里不是没有警察，但是警察会视而不见，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第8，帕塔雷社区。帕塔雷位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东部的郊区，这里拥有惊人的36.9万居民，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贫民窟之一。贫困在这里蔓延，人们失去了生活的希望。帕塔雷社区有组织犯罪猖獗，拥有多名成员的亚历克西斯帮派是贫民窟的主宰，他们还宣布拥有帕塔雷社区部分区域的绝对话语权。该帮派是当地最大的帮派，参与如雇佣谋杀、贩毒和勒索等罪行，把帕塔雷社区搞得乌烟瘴气。为了能安静的生活，当地居民只能与他们握手言和。长期以来，帮派成员都充当帕塔雷社区的警察身份，使公民提供免受别的帮派欺凌。帮派血腥的斗争仍在继续，帕塔雷社区的天依旧黑暗。第7，里奥麦迪内社区。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是一个暴力横生的地方，这里的太阳很热，这里的巴里奥麦迪内社区更是暗无天日。夜幕降临时，街道被巴里奥18和马拉萨尔瓦特鲁查帮派占领，他们统治着这个社区。空气中紧张和恐惧的气氛弥漫在社区的每个角落。这个恐怖的社区不仅仅是小偷小摸或偶尔的斗殴那么简单，这里的暴力是你难以想象的。帮派每天都会进行无休止的地盘争夺战，时不时响起的枪声使无辜的人不敢出门。更可笑的是，当帮派展开火拼时，本应保护人民的警察却不见踪影。这是由于腐败猖獗造成的，警察很可能和他们勾结。贩毒团伙战争、政治动荡和土地纠纷等问题正在撕裂这个地区。第6，沟镇。牙买加金斯顿是一个治安环境极差的地区，其中的沟镇可以称得上犯罪天堂。在这个弹丸之地，暴力充斥在每一个角落，这里没有梦想，只有恐惧。帮派争端，暴力盛行，陷入了无尽的交火之中。在这个子弹遍地的社区，一群未成年人也受到熏陶，加入了兜售可卡因和各种违禁物的行列，整日无所事事，游走在街道两旁。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的推动下，争夺控制毒品交易的市场成为了团伙的终极目标。
沟镇是金斯顿的犯罪中心。2021年6月，这里发生了一系列枪击事件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这里已实施宵禁。世界多地的大使馆甚至强烈呼吁公民谨慎访问沟镇，防止意外。沟镇的居民对警察和安全部队几乎没有信心，因为他们对破坏社区的罪犯和帮派成员视而不见。再加上牙买加人力资源不足，导致沟镇的犯罪率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高出3倍。第5，卢乌尔卡社区。想象一下，你生活在一个枪声回荡的社区是什么样的体验？这就是位于巴西里约的卢乌尔卡社区。这里是里约最大的贫民窟，居民经常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枪声。这是由于城市游击战而产生的枪声，警察和犯罪分子每天都展开激烈的战斗。这些犯罪分子躲在墙后，充当战壕，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，躲避警察的围剿。他们经常躲在贫民区里开枪，所以警察很难对付他们，因为怕伤及无辜。有时候警察局甚至都会遭到他们的围攻报复。对于那些外来的人来说，很难想象这样的地方该怎么生活，但对这个地方的居民来说，这就是日常现实，他们无从选择。恐惧一直笼罩着社区，这样的场景是里约热内卢与帮派暴力的血腥斗争的缩影。明天和意外不知道谁先到来。第4，卡地亚社区。卡地亚是位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西部的一个社区，这个地方几乎代表着死亡。它是一个战区，谋杀和绑架就像早上喝杯咖啡一样常见。暴力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帮派之间，政治抗议活动震动街道，造成混乱。穷人只能在垃圾中搜寻下一顿饭，而富人则开着装甲车，带着保镖四处走动。街道被帮派统治，当局要么无能为力，要么根本不管。加拉加斯每10万居民中就有40.4起凶杀案，卡地亚就是世界上凶杀案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帮派暴力非常猖獗，处理尸体就好比处理垃圾一样简单。为了生存，一些年轻人只能加入帮派，如果选择离开这里，就会进入别的帮派的领地，同样面临着死亡的威胁。第3，加米利肯区。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到处充满了一些涂鸦，上面都是 MS 和数字18，它们分别代表着恐怖的马拉萨尔瓦多帮与巴里奥18帮，他们是天生的死对头。加米里肯区是该市的一个战区，据洪都拉斯人权委员会统计，自2003年以来，至少有51名记者和媒体人员在这里被谋杀，但凶手仍然逍遥法外。暴力事件持续升级，谋杀和混乱每天都在发生。贩毒、武器走私在加米里肯区非常常见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暴力以及鲜血换来的。使这里变得臭名昭著的事件是2004年公交车大屠杀，当时造成28人死亡，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。残忍的帮派暴力行为导致人们逃离加米里肯区。一位曾经杀害了17人的杀手声称，在杀戮时他很兴奋，他还表示自己将继续以杀人为生。第2，希尔布劳社区。约翰内斯堡位于南非的中心地带，曾经是富人居住的地方，但现在这里是犯罪、贫困和人口过剩而闻名的社区，已经成为暴力袭击和贩卖人口的代名词。男孩们为了自保，被卷入恐怖的帮派，暴力冲突经常发生，以至于医疗资源紧缺。这种危险的环境中，诊所不堪重负，几乎到了无药可用的地步。这里感觉像是一个战区，枪声四起，很难得到帮助。约翰内斯堡现在被列为世界上第4大犯罪城市，希尔布劳社区更是地狱般的存在。这是一个可怕的现实，希尔布劳社区的人们似乎永远看不到未来。第1，桑切斯塔博达社区。墨西哥蒂华那是噩梦般的地方，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冒险进入这个地区，你会看到一个被暴力吞噬的社区，那里的帮派统治着街道，警察和罪犯一样危险。这里就是桑切斯塔博达社区。在这个地方，暴力滋生，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人们争先恐后地寻找避难所，试图躲避子弹。他们无法报警，因为警察早已经和罪犯勾结。
蒂华纳和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在这里有着强大的影响力，贩卖毒品和人口，并在整个社区传播恐惧。根据刑事司法委员会的数据，绑架在这个社区已经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，几乎是黑产的支柱。2018年，蒂华纳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城市，每天有近6人被谋杀，其中有90%发生在桑切斯塔博达社区。这些社区够不够恐怖？你是否敢来到这些地方生活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